人生有长有短，但是如果你有它呢，就活到永远。人生万变，但是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。以色列曾經亡國2500幾年，猶太人被分散到世界各地，竟然可以復國，呢一個奇蹟般嘅事實，早已經喺聖經嘅預言之中。今日踏足以色列國土，了解猶太人嘅歷史，明白創造天地嘅上帝點樣透過呢一個被揀選嘅民族，將永恆真理同埋恩典帶俾人類。我真係嚟到以色列啦，好開心啊！嗱，呢一度咧就係以色列嘅特拉維夫啦。我記得以前睇親畫面咧，以色列梗係沙漠一片啦，同埋嗰啲廢墟啊、古城啊咁。點解而家呢度咁新穎嘅城市嘅？嗱，冇錯啦，其實我嚟過以色列好多次，都係去睇聖經所講嘅歷史嘅遺跡啊，或者事物等等，但係其實以色列咧係一個好先進嘅國家嚟嘅，可以媲美世界上邊好多先進嘅國家嘅。咁而且咧佢個出產係非常豐富，所以咧以色列政府真係好厲害啦！從佢1948年重新建國到而家，只不過短短幾十年，但係大家今日見到有好多現代化嘅建築物啦、高級嘅酒店啦、美麗嘅海灘啦咁。以色列唔係喺聖經裏頭都提到，都幾千年㗎咯喎。其實咧，在公元前1000年，即係相距咧，而家有3000多年嘅時間。以色列人已經建立以色列國㗎啦，但好可惜滅亡咗有好幾次，直到1948年先至復國，直到如今。以色列嘅復國咧，聖經一早已經預言咗㗎啦。而呢一個預言咧，對我哋基督教嘅信仰咧係好重要，係息息相關嘅。所以我話咧，我今次真係好好彩，叫做蒙福啊！因為我可以咧跟住兩位牧師嚟旅遊喎。好，咁你就同我哋一齊感受下啦，好嘛？好啊，好啊。特拉維夫位於地中海沿岸，有14公里長嘅海岸線，燦爛嘅陽光之下，喺美麗嘅海灘漫步，係好多以色列人或者遊客休息消閒嘅選擇。特拉維夫其實由好幾個城鎮組成，係以色列最大嘅都會區，人口最稠密嘅地帶，有300多萬人居住，係以色列第一個現代建築嘅猶太城市，亦係文化同金融嘅中心。呢度集合各種文化、藝術同埋娛樂活動，到處充滿生機。到咗夜晚，街上面依然好熱鬧，更加係年輕人出嚟活動嘅時間。酒吧同埋餐廳都座無虛席，所以特拉維夫可以話係個唔休息嘅城市。呢個地方特拉維夫咧有好多嘅建築物咧，同其他城市好唔同嘅，好有特色嘅。係啊，係啊。冇錯啦，嗱，其中一種咧就係我後邊呢啲白色嘅建築物啦。又唔係舊，又唔係太新。譚牧師，究竟呢一種嘅建築物有冇一個特別嘅名稱咧？有㗎。嗱，呢啲建築物咧係叫做包豪斯風格嘅建築，大概喺1930年至到1950年要建成嘅。哦，Bauhaus啊，原來喺呢度㗎。
冇錯啦，嗱，成個城市咧大概有2500座呢類型嘅建築物，亦都係全世界咧最集中包豪斯式嘅建築嘅地方。所以喺呢一度咧個外牆睇落去咧係白色，所以曾經咧亦都被稱為特拉維夫白城。喺2003年咧更加被聯合國咧列入為世界遺產。啊，其實咧特拉維夫仲有好多摩天大廈，好特色嘅，我哋去睇下先得啦。李牧師，其實我今次跟2位牧師嚟，我係好想聽聖經嘅故事啊，睇下歷史有啲嘅古蹟啊，聽你哋講呢啲故事啊嘛，可唔可以去嗰啲地方啊？梗係可以啦。嗱，一陣間咧，我哋先去咧，響特拉維夫旁邊一個海港嘅城市，嗱叫做咧雅法呢個地方，即係舊約嘅聖經約帕。好啊，好啊！位於特拉維夫嘅西南方，有唔少人由海邊呢一條小橋走過去嘅，就係擁有5000年歷史嘅古城雅法，又係所羅門時期已經有記載嘅古老海港約帕。今日呢一個古城嘅石屋、小巷仍然保留住原始氣息，風景如畫，成為好多遊客同埋畫家嘅焦點。當以色列復國運動開始嘅時候，有一批回歸巴勒斯坦地嘅猶太移民，為咗逃避雅法呢一個小城昂貴嘅房價，喺1909年就去咗鄰近嘅特拉維夫市興建新嘅城市。佢嘅發展逐漸超過咗以阿拉伯裔為主嘅雅法，所以喺以色列建國2年之後，即係1950年，特拉維夫同埋雅法兩個市就合併為特拉維夫雅法市。牧師啊，牧師，點解亞伯拉罕嘅後裔會叫以色列人㗎？哦，就係因為咧亞伯拉罕佢嘅後裔有個人叫做雅各，雅各咧神改佢嘅名係叫做以色列，意思即係神嘅兒子咁樣。所以雅各嘅後裔咧，而家咧就叫做以色列人啦。咁但係以色列人已經住咗喺以色列啦，點解又會離開咧？哇，仲要亡國，咁又仲要2000幾年之後又復到國喎。嗱，呢個咧係一個咧以色列嘅歷史啊！嗱，聖經已經有詳細記載。由古城雅法，我哋睇到以色列人一早已經喺呢一片土地上定居，但係根據聖經嘅記載，佢哋又有一段好長嘅日子離開咗呢一片屬於佢哋嘅地方。而家接住要去嘅地方就係由特拉維夫往南行。當越往南行嘅時候，好明顯見到嘅現代化建設越嚟越少，綠色嘅山脈同埋平原亦都漸漸變為咗沙漠嘅地形，因為已經進入咗以色列最大嘅內蓋夫沙漠，即係聖經所講嘅南地。但係好快又有一個非常先進嘅城市進入眼簾，呢一個就係以色列最南嘅城市別是巴，亦係內蓋夫沙漠中最大嘅城市，稱為內蓋夫之都。別是巴係以色列南區嘅行政中心，呢一度有現代化嘅發展，同時亦都有豐富嘅考古發現。唔知點解咧，我一見到呢啲廢墟嘅石頭咧，我直情係好興奮嘅。其實咧，呢啲唔係爛石頭嚟㗎，好多嘅考古咧都係睇石頭，但係石頭背後咧有好多嘅故事，有好多嘅啟發，同埋好多以前人類嘅文化。嗱，其實呢個地方咧叫別是巴，別是巴咧係個幾千年嘅一個嘅城市嚟㗎啦，喺聖經裏邊已經有記載㗎啦。嗱，而家我哋睇下呢個地方咧，就係考古學發掘出嚟嘅古代嘅別是巴，裏邊咧有好多嘅年代嘅建設嘅。係啦，呢啲建設咧都係代表咗當時嘅人咧，其實喺呢度居住咧都係有一段相當長嘅日子。特別睇創世記咧，你就會見到呢個名咧，經常出現。講到亞伯拉罕啊，講到佢啲後人咧，都喺呢個地方度居住。李牧師，咁點解佢哋好地地喺度住開？點解會走咗去埃及嘅？嗱，呢個咧就講到咧聖經裏邊一個好傳奇性、好感人嘅故事，就係當年雅各有12個仔，其中有一個叫約瑟。嗱，雅各咧特別咧錫約瑟嘅，因咁緣故引起佢哥哥嘅妒忌，就將佢賣咗去埃及啦。但係咧賣咗埃及之後咧，
就改變咗整個以色列民族嘅命運喎。啊，點解呢？因為約瑟咧，佢就喺嗰度咧做咗宰相，就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榮華富貴又有權勢啦。咁即係話，本身約瑟真係一個好值得錫個仔，佢係特別聰明嘅。不過嗱，不招人妒就是庸才，實會俾人妒忌啦。但係呢個約瑟咧，除咗自己聰明之外咧，聖經記載咧，佢係敬拜希伯來人嘅神，佢敬畏神。所以咧，後來咧就佢啲兄弟咧喺即係冇得食大饑荒嘅時候咧，咁就去埃及裏邊嚟到借糧，又見翻約瑟喎。佢哋唔知道約瑟係做咗嗰度嘅宰相，唔知道，以為佢死咗噶啦。哦，約瑟就認得嗰啲兄弟，但係咧兄弟就認唔到約瑟。但係約瑟咧，佢唔記仇啊，冇話向佢嘅哥嚟到尋仇，反而咧就要叫啲兄弟你快啲接晒我哋父家同埋我爸爸嚟呢個地方，避免呢個大饑荒。就喺啲別是巴呢個地方，約瑟咧接晒佢哋就去到埃及裏邊嚟到住，結果一住咧就住咗好幾百年啊！喺公元前15世紀，以色列人喺埃及已經居住咗430年，人口增至100多萬。埃及人因為忌恨而殘酷咁奴役佢哋，神聽到佢哋嘅苦情，就差遣摩西將以色列人由埃及帶出嚟，翻去神嘅應許之地迦南。神又頒布咗10誡，藉住摩西制定全備嘅律例同埋典章，希望以色列人遠離偶像同埋各種邪神，專一敬拜上帝。可惜以色列人離棄神，神就懲罰佢哋，使佢哋喺曠野漂流40年。摩西死後，約書亞先至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，即係今日嘅巴勒斯坦地。喺公元前11世紀，以色列人建立咗以色列王國，之後經歷掃羅、大衛同埋所羅門等等嘅王朝。Bobo 啊，而家我嚟呢個地方，你以為呢個係咩地方嚟㗎？我有睇資料啊，牧師考我呢個City of David 大衛城。咁係咪大衛建嘅？你咁問啊？咁啊，梗係唔係啦，你講啦。冇錯啦，呢個地方咧原本就叫耶布斯城嚟嘅。大衛咧就響主前1000年咧係用呢一條水道入到嚟攻陷呢個城。呢一條狹長嘅地下通道就係當年嘅水道，今日係遊客挑戰自己、探索歷史嘅必到之處。我哋知道咧，錫安城或者耶路撒冷城咧係響山上邊嚟嘅，咁佢哋冇水嘅，咁啊當時嘅人咧響呢度咧係要打水嘅，咁呢條咧就係隧道落到下邊咧有個水源嘅地方。呢個係迦南水道，大衛咧就喺呢一度咧係攻入去當時耶布斯城，攻陷耶布斯城嘅。咁呢個城咧本來叫做耶布斯城，在大衛嘅時候開始咧就叫做耶路撒冷。呢個地方咧就係耶布斯城嘅舊嘅城牆，大衛一路起出嚟嚇。咁呢個地方咧係當時一個官員嘅屋企嚟嘅一個遺址。嗱，喺呢個地方咧，發掘到一啲佢嘅泥漿，係寄信嗰啲咧，好似水印咁樣，或者我哋個火漆嗰啲，係嗰陣時已經有㗎啦。已經有㗎啦。咁咧喺聖經裏邊咧係有記載嘅。由大衛開始，以色列經歷咗100年繁榮盛世。公元前931年，國家一分為二，北國仍然叫以色列，南國就叫猶大。不過南北國後嚟都被滅。公元前606年開始，以色列亡國，先後被波斯、希臘同埋羅馬統治。耶穌出生嘅時候，猶太人居住嘅巴勒斯坦地就係由羅馬人統治。到咗公元70年，猶太人再次起嚟反抗，羅馬將軍提多率領大軍鎮壓，將耶路撒冷攻破。聖殿同埋聖城再次被毀，但係當年有一班猶太嘅義勇軍喺一個險要嘅山嶺馬薩大奮力頑抗咗3年。
李牧師啊，頭先我同你坐吊山車上嚟嗰陣咧，我睇到呢個側影有啲似Indiana Jones嚟，係咪㗎？係咪㗎？係啊，你講呢度嘅歷史故事俾我聽下。嗱，呢個山嶺咧係好有名嘅，叫做馬薩大。呢個地方咧，本來咧就係大希律嘅行宮。嗱，希律王咧就係猶太人當時佢嘅統治者啊，一個皇帝咁樣啦。佢喺呢度咧起咗一座行宮。咁呢個地方咧，佢嘅文名咧唔係大希律，佢個文名咧就係呢度有一個非常悲慘嘅故事。哦，咩故事啊？呢個故事咧就係在主後70年，提多將軍咧係將耶路撒冷剷平。咁咧當時咧猶太人咧係組織咗義勇軍對佢抵抗，當然唔夠佢打啦。結果咧呢班義勇軍同埋當時嘅平民咧就逃離呢個地方避難。咁啊據講話當時咧有960人，呢960人喺度咧係抵抗羅馬嘅軍隊。羅馬軍隊咧用盡各種嘅方法，但經過咗3年嘅時候都攻唔陷。最後咧提多將軍諗到個方法，呢個方法係咩方法咧？就係喺呢度咧起咗一條咧係土坡，嗰啲兵丁趕喺度擒上嚟，咁啊結果咧真係攻陷咗啦。咁但係咧呢960個猶太人咧覺得我唔能夠咧俾外國人咁樣嚟到屠殺，同埋我哋嘅婦女同埋兒童咧唔能俾佢哋侮辱啊，或者賣去做奴隸，我哋一定咧係要結束自己嘅生命。咁佢亡國噶咯喎？亡國噶啦，呢個係第一次，最後一次啊！大家都知道咧，猶太人咧唔能夠自殺嘅，咁點能夠咧結束自己嘅生命咧？咁於是佢諗個方法，首先咧就殺死嗰啲婦女同埋兒童，最後咧死剩10個人，佢哋抽籤，你殺我，我殺你，殺到最後一個先自殺。嗱，咁佢點樣抽籤咧？嗱，我喺度揾到咧有10塊嗰啲係細細啲嘅石頭咧，上面有佢哋嘅名寫喺度嘅。咁可能你會問咧，點解會知道啊？咁嗱，原來咧就係當嗰啲兵士上嚟嘅時候，見到冚唪唥啲人死晒啦，嚇！結果咧佢喺儲水池嗰度咧，原來有2個婦女、5個細蚊仔咧匿埋咗喺嗰度，咁咧佢就講出呢個故事出嚟。呢一個可歌可泣嘅故事喺以色列唔單止家傳戶曉，亦都令到馬薩大成為象徵愛國嘅地標。以色列係一個全民皆兵嘅國家，所有新入伍嘅士兵就要上嚟馬薩大宣誓，效忠以色列，奮力保衛國家。而喺以色列復國之前，喺馬薩大呢一度仲有一個發現，促使以色列人積極進行復國。哇！上到嚟呢度真係個感覺好震撼喎，好唔一樣啊！呢度嗱，Bobo，而家我哋入到咧當年遺留落嚟嘅猶太會堂。嗱，呢度咧點解咁重要咧？咁原來響1938年，猶太人響度揾到一卷經書。嗱，呢個就係藏經室，裏邊咧揾到以西結書，裏邊有記載到咧枯骨復生。聖經裏邊預言到咧枯骨會復生，即係啦，會預言佢哋會復國。咁於是咧引起咗佢呢個復國嘅念頭，所以咧1948年咧，結果咧佢哋真係復國。嗱，所以呢個地方係佢哋滅亡嘅地方，亦係引起佢哋咧復國嘅念頭嗰個地方。公元132年，羅馬再次鎮壓猶太人嘅反抗，而且驅逐猶太人離開巴勒斯坦地。當猶太人離開之後，巴勒斯坦地就變成一片荒涼，正如聖經所預言一樣。之後呢一片土地被好多國家佔領過。喺公元691年，耶路撒冷猶太聖殿原址上更加興建咗回教清真寺。猶太人離開巴勒斯坦地之後，就流散到世界各國，有好多歐洲國家都對佢哋加以迫害。佢哋覺得生存嘅權利毫無保障，唯一嘅出路就係重建自己嘅國家。結果喺接近2000年之後，喺1917年，英國支持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嘅故鄉，
建立自治政府。同年12月，英國由土耳其手中攻取咗耶路撒冷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德國希特拉屠殺咗600萬猶太人，促使更多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。到咗1939年，巴勒斯坦地嘅猶太人已經達到50萬之多。佢哋同附近居住嘅阿拉伯人不時都會發生衝突，直至到1948年5月14日，英軍退出巴勒斯坦地，新嘅以色列國就正式宣告成立，成為聯合國第59個會員國，亦都應驗咗聖經以西結書嘅預言，滅亡咗嘅以色列將會好似枯骨復生一樣，成為一支軍隊，復興自己嘅國家。Bobo 啊，你睇個地方幾靚？係啊，李牧師，我心情好震撼啊！嗱，我哋而家企喺橄欖山頂，瞭覽到耶路撒冷全城嘅景象。中間咧有個金頂，呢個地方係咩地方？知唔知道啊？清真寺。冇錯啦，呢間清真寺咧已經咧有1000多年嘅歷史噶啦。真金嚟噶喎，係咪啊？嗱，嗰個金頂咧，據講係約旦王胡辛奉獻出嚟嘅，係真金噶。下邊咧，根據歷史嘅考究，就係第一帝嘅聖殿嘅原址。裏邊咧有嚿石頭咧，就係亞伯拉罕獻以撒嘅石頭喺度。當然啦，而家基督徒唔入得去嘅，但係咧以前咧我入過去睇過嚟噶啦。咁呢度係以色列，但係就喺嗰個市中心，就變咗佢個清真寺，咁咪即係我嘅地方俾你攞咗嚟用。冇錯，呢個係歷史嘅事實。如果以色列人唔俾用呢個地方，或者攞翻呢個地方咧，好可能啊會引起咧宗教嘅衝突嘅。真係好奇特喎！以色列人被分散晒各國遍地，都成1000幾2000年噶啦，佢竟然仲有魄力去復國嘅，呢個力量係咪真係好奇特咧？嗬，冇錯啦，以色列人咧已經咧滅亡咗好多年，佢哋分散去各地，竟然間能夠咧翻嚟復國，可以覺得話係一個歷史嘅神蹟嚟嘅。只要猶太民族谨慎思念，深藏於心，無論在哪裡，眼睛轉向東，朝向西岸，我們的希望不會消失。2000年的希望，將成自由的民族，我們的土地，上帝的應許，古老的盼望，阿利亞帶領着他們回歸他鄉。西安和耶路撒冷，西安耶路撒冷。只要猶太民族謹慎思念，深藏於心，無論在哪裡，眼睛轉向東，朝向西岸，我們的希望不會消失。2000年的希望，將成自由的民族，我們的土地，上帝的應許，古老的盼望，阿利亞深思念，深藏於心。
端向东，朝向西岸，我们的希望不会消失。2000年的希望，将成自由的民族。我们的土地，上帝的应许，古老的盼望，阿利亚带领着他们回归他乡，美丽的西安和耶路撒冷。滴滴恩語，滋潤普世華人心靈。恩語之聲以世界各地華人經歷耶穌基督帶嚟生命改變嘅真實故事，透過全球電視同埋電台廣播網絡，仲有電腦互聯網廣傳福音，亦都以生命關顧電話熱線幫助有需要嘅人。我哋嘅事工好需要你經濟上嘅支持，就讓我哋繼續為福音齊心努力。